意识飞走，意识飞走就是解离状态，是创伤应激障碍的症状。你还记得那是几月份吗？嗨，大家好，我是 Paco。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大家喜欢的疯人说的故事。今天要讲的故事是疯人说里面一个叫做猫女的故事，听名字就知道和猫有关。它讨论的是有关依恋遗传的患者的故事。看完之后也给我非常多的启发。那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现在开始讲故事咯。那疯人说它是一本虚构的小说，主人公牧歌他是一个在精神病院工作的医生，里面讲的每一个单元故事呢都是和他的病患有关。那么这个猫女的故事上来，牧歌这样写道：我第一次见茉莉是在医院的厕所，她缩在马桶和隔板的空隙里，淡定地看着慌张的我，眼神冷清的完全不像一个11岁的小女孩。她虽然身体不大，但绝对没有我想的小。我难以想象他是怎么能缩到马桶后边去的。小栗子把他抱出来的时候，他已经藏在里面17个小时了。那小栗子是牧歌的同事哦。这件事情呢发生在周4的晚上。这天晚上牧歌正好在查房，然后他查到病区的时候，本来晚上应该很安静嘛，可是他就突然听到了清晰的猫叫。他一开始以为自己听错，结果又听了一会儿，发现喵喵，真的是猫的声音。他就想说，病区怎么会有猫呢？因为精神病院封的是很牢的，不会有那种猫可以钻进来的地方，所以他就觉得很诡异。那么他就顺着这个猫叫的声音一直排摸，直到他来到厕所，发现这个声音是从厕所传来的。但是当牧歌在一进那个厕所的时候，猫叫突然停止，他觉得很奇怪，再往里面走，前面的隔间都是开的，只有最后一间的隔间是关着门的。他直觉告诉牧歌，这个猫可能就躲在最后一格的厕所里面。牧歌就一头雾水，就赶紧打电话给小栗子，让他过来把这个门想办法弄开。终于小栗子过来，两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那个厕所门搞开之后，发现里面看到的东西让牧歌就是头皮一下子发麻。他发现在这个马桶的后面那个很小的空隙里面有一个穿着病号服的猫。大家知道精神病院的病人都会穿那种条纹服嘛，但是怎么会有猫还是这个衣服呢？然后定睛一看，牧歌才发现后面竟然是一个小女孩，就是她把自己身体蜷缩成极其微小像猫的那个状态。小栗子也看傻，就说这不是茉莉吗？整个病区都在找她，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好不容易茉莉战战兢兢的被他们拉出来之后呢，那其他医生听到茉莉在这里，赶紧就赶过来嘛。然后他的主治医生姓刘，叫刘医生。这个角色之前我们的其他故事也出现过。那刘医生就是那种和病人界限就画得很明确那种，不太想管闲事的。那么一看到刘医生的出现，茉莉又好像一个失控的猫，刚才还是乖乖的，突然就变成想要咬人，就发出刺耳那种尖叫声，就要挠人咬人的感觉，让大家就吓死了，就知道他发病了嘛。那好不容易把他安定下来之后，牧歌就问刘医生，这个茉莉是什么情况？那牧歌才知道，茉莉她现在第一次发病的时候是8岁，因为她目前11岁嘛。3年前她第一次发病，她的症状就是学猫叫，就整个人的行为变得像一个猫一样，不像正常的人类，包括她会猫爬啊、猫叫啊，然后猫的那种眼神啊，那种感觉，就完全把自己变成一只猫的感觉。那每次她这个症状大概持续1个月左右，然后她的猫叫会消失，然后慢慢又好像又开始说话，说人话，她的这个发病期才算结束。她的发病期呢，每年的3月跟10月都要发那么一次。牧歌听了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症状呢？是每年3月和10月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吗？书里就写说，他知道很多精神疾病的症状它是周期性的，在特定时间复发，时间过去之后呢又好了。比如说曾经有一个男患者，他有抑郁症，但只有每年的6月份的前3周才发作。最初的原因是因为他当年高考落榜，于是每年的6月他就会毫无缘由的陷入一种抑郁的情绪，哪怕那年他6月结婚，事业有成，家庭美满，他也会陷入绝望。他来到医院的时候就一头雾水，说他明明最近没有觉得什么抑郁的事情，可是他整个人情绪就是很 emo。牧歌就说，其实很多重大事件都是刻在心里的，患者以为自己忘掉了，但是他们潜意识并没有忘掉，也就是为什么到了固定的时间，他们每年可能会重复这样的事情发生。牧歌他就经常去观察茉莉的情况，因为他拒绝吃东西嘛，护士只好说把食物捏碎放在小盆里面，然后再回到茉莉的房间，把小盆放在离床不远的地上，茉莉就会自己爬过去，在那个盆里吃东西。就他那个行为就真的不像人，像一个猫一样。书里就写茉莉的一系列举动跟猫实在太像了，简直一模一样，喜欢缩进窄小的地方，跟猫一样的愤怒的表达方式，跟猫一样冷清的目光。于是牧歌就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说他既然如此这么会模仿猫，他一定是长期和猫生活过。所以他又没事晃到刘医生的办公室说，我看茉莉这样，他家里以前有没有养过猫呢？
刘医生就说养过，但是3年前就死了。3年前死的，那时间不就对上了吗？茉莉第一次发病也是在3年前，会不会就是和他家的猫死了有关？我查过了，他们家的猫是1月份死的，时间跟他的发病时间对不上，他是3月10月发病的，离1月还差了点。是吗？那得再想一想。猫死了，猫死了是不是要给他做哀伤处理啊？他会不会是没有办法接受猫死了这件事实，舍不得那只猫，所以把自己变成那只猫了？本来是要做哀伤处理的，但是他看到我就极其不配合，一看到我就跑，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哀伤处理。听刘医生这么一说啊，木哥瞬间就懂了为什么刘医生这么苦大仇深了，对这个案子很头疼。因为给患者做哀伤处理是需要患者配合的，给小孩做悲伤处理本来就比给大人做更难，领会死亡并且去消亡这个死亡的概念，消化它，接纳它，送走它，这个事情大人都很难接受，何况小孩。如果小孩还不配合的话，那真是难上加难。那么茉莉她拒绝刘医生的治疗，而且就发出尖利的那种猫叫声。那么书里就写，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所有症状存在都是为了让患者活下去，是患者需要症状才出来的，所以抗拒治疗是本能的。比如茉莉无法接受猫死，于是让自己以猫的样子存在，潜意识欺骗自己猫还在，它才能活下去。这是打个比方啊，有这个可能。这是为什么他会抗拒呢？他肯定是有理由的。那木哥还想跟刘医生 battle 一下，到底是为什么？但刘医生显得很不耐烦，说：“你赶紧回去你的工位吧，该干嘛干嘛。”于是木哥就问刘医生说：“哀伤处理你打算怎么做？是给他的猫办一个葬礼吗？”那书里就写，葬礼呢是一种告别仪式，患者在仪式中向逝去者表达未尽的哀伤，承认死亡，达成心理上的道别。哀伤处理就是在这个环境里发挥作用的。那么人活着是需要仪式的，不良情绪是水，它一直流，仪式就像是给它画上一个水龙头，哪怕是假的，但是在人的心里有了水龙头的这个概念，它就有了开关调节的概念。首先是要把这个概念种到患者的心里，他才能一步一步去实施把他情绪关掉的这个可能性。那谈话之后没多久呢，有一次没几天，茉莉她又逃跑了，整个病区都在找她，怎么找都找不到。木哥就跑到了小花园找嘛，还是找不到，但是有一个人帮他找到了，这个人呢就是齐素。齐素也是书里的一个重要角色，他贯穿在几个故事当中，这里我就不多展开了。齐素本身是个患者，但是他又特别聪明，他在花坛里面找到了茉莉。那么木哥就很惊讶，说你怎么找到他的？后来他才发现，原来齐素是自己通过猫叫。齐素找茉莉的时候，真的就像在找一只猫，而我还在找一个人，就木哥还是在找一个人的感觉。齐素就是学猫叫，然后逗猫，好像是找一个同类。木哥就说为什么要这样呢？齐素他本身也是懂一些心理学知识的，他就跟木哥说，你有没有试过模拟患者？模拟患者，把自己当成患者，尽可能呈现出症状，极致共情。木哥呢就有些惊讶。反正这一天过了之后呢，茉莉还是极度不配合治疗嘛，所以就只好把他家属请来了。来的人是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姓姜，人称姜女士。那么姜女士是独自离异抚养茉莉的。姜女士一来，就是妈妈一来，茉莉整个人就突然变得非常乖巧，很温顺，从一只发疯的猫变成了一只乖乖的小奶猫。所以能看出来他们母女俩的关系好像很好，整个谈话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并且看到茉莉在妈妈面前这么乖这么温顺啊，小栗子觉得也蛮心疼的，就说还好他妈妈能接受他这个病，如果说患者家属不接受他的话，那么这个治疗会更加艰难。好在他妈看上去挺温柔的呢，一直在就是安抚他的感觉。但是旁边的木哥却皱起了眉头。等到姜女士走掉之后，木哥就跟刘医生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奇怪。小栗子说有什么奇怪的？于是木哥就拿出了手机视频嘛，手机视频拍的是刚才那一段，就是他们在看病的时候那个画面。书里写，视频里是茉莉上半身趴在姜女士腿上，姜女士正在听刘医生讲话的画面。当时桌子遮挡住了刘医生的视线，他看不太清。那么当视频放完之后，刘医生看清了他母亲的动作之后，突然也皱起了眉头。那么小栗子就不懂了，到底有什么问题啊？看着很正常啊。木哥就说了，正常？你觉得哪里正常了？你不觉得他妈妈温柔过头了吧？看着小栗子一脸问号，木哥就把他拉过来，把他头摁在自己的腿上，然后就一边抚摸他，一边这样子挠他下巴，就说我温柔吗？你感觉到我温不温柔？小栗子就浑身颤抖说，你干嘛？问题呢就是出在这里，视频里面
她妈妈江女士对茉莉的这个抚摸的动作已经有一点点 over 了。江女士认真听着刘医生的话，一只手轻易地挠弄着茉莉的下巴肉，另一只手抚摸着茉莉的头。茉莉趴在她的腿上，她的手从茉莉的头顺到腰，再摸回去。茉莉舒服地眯起眼睛，头跟着江女士的手一晃一晃的。这个姿势，这个手法，养过猫的人都知道，这就是标准的撸猫手法。好家伙，他妈不是在摸女儿，他妈妈是在撸猫啊！就江女士完全把茉莉当只猫在撸啊！几乎是同一时刻啊，木哥跟刘医生同时意识到了这一点。茉莉这样很有可能不是她自己变的，而是她妈妈江女士，完全就是把茉莉当成一只猫在养。也不一定吧，我看是茉莉这样发病也3年了。他妈也许只是想学着怎么跟他和平相处，让他开心点吧。茉莉的周期性病状只有每年的3月和10月，每次发病1个月左右。发完病之后间隔有半年，江女士不可能到达接受、适应还有溺爱女儿的程度。刘医生用了溺爱这个词，就一下子戳中了小栗子，她顿时没声音了。重点不是在于她摸女儿的那个动作，而是在于她摸女儿那个态度。她女儿生病了呀，就算再怎么像只猫很可爱，但是她女儿是出现了精神和心理上的问题，所以来医院治病了。但是她妈妈完全没有一种自己女儿得病了不舒服的这种感觉。3个人聊到这儿，小栗子就觉得看上去温柔美丽的江女士现在让人有点瑟瑟发抖。小栗子就说了，看不出来她这么温柔的样子原来不简单呢，我还很喜欢她呢，她每次来医院都带东西喂我吃。喂你吃？木哥听到这里就问小栗子，她带什么喂你吃啊？小栗子就说她带很多饼干啊，喂我吃，我吃的可香了，每次我吃的时候她还就一直温柔的看着我笑。然后木哥就觉得这个事情很奇怪，后来就准备要下班了嘛，下班的时候呢，木哥就在整理东西，他就发现了那个江女士的资料，他才发现江女士的全名叫做江木离，木头的木，离开的离，就是木离，听上去有没有很像茉莉？想到这里，穆医生突然好像又 get 到什么，他就突然问了一句，刘医生说，那茉莉家的猫叫什么名字呀？然后刘医生说也叫茉莉，就让人就是浑身鸡皮疙瘩起了一身。也就是说，小女孩茉莉她养了一只猫叫茉莉，那只猫3年前死了，而她那个温柔的妈妈也叫跟茉莉相似的茉莉，也就是说这一家里面有3个茉莉。被这么一提醒，刘医生也觉得非常奇怪，于是他就打电话给江木离，就江女士嘛，就问了这个情况，就有意无意想套套话。结果江女士就说没有什么特别，只是觉得这挺顺口的，就这么取名了。然后这个事情之后没多久呢，大概1个月的周期差不多了，小女孩茉莉就开口说话了，这就意味着她这一次的发病，3月份的这次发病已经结束了。但是木哥始终觉得这个女人有点可疑啊，所以在送别他们的时候就说再见哦，我们10月份再见，等你再把茉莉送来啊，就这么说了一句。然后一开始呢，江女士有一点愕然，后来也就点点头说然后就走了。刘医生站着不说话，木哥看了他一眼，其实他心里已经知道刘医生知道问题在哪，只是不点穿了。因为后来木哥回去盘了一下，当天他拿那个视频给刘医生看的时候，就是他妈妈摸他那个视频的时候给刘医生看的时候，他并没有非常的惊讶，好像有点知道这个事情。但是 base 我们之前讲的想说，大家肯定知道刘医生他是一个有一点讨厌爱管闲事的医生，他就是跟我们之前讲那个王医生是2种性格。我们讲那个微笑抑郁症的时候，那个王医生就是非常的就助人为乐，为患者打抱不平，但是这个刘医生呢，就是有自己的高墙在，就是他不想跟别人套太多近乎。所以呢，木哥就说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们家的问题了？你知道茉莉就是这个家的索引病人。索引病人，听到这4个字，刘医生沉默了，他没有说话。那么书里就写到，茉莉是江女士家的索引病人，她的猫化症状就是服务于这个家庭的，或者说是服务于江女士的。刘医生比谁都清楚，就算茉莉在这里治好了，她回去依旧会复发，因为真正有问题的人是江女士，江茉莉就是她妈妈。这也就是家庭治疗在精神治疗中兴起的原因。单个患者的治疗其实没用，当他回到家里之后呢，又会被固有的生活模式困住，呈现出症状来。所以要治疗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整个家庭的生活方式。但是这件事情本身对精神科医生来说是超纲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医疗资源相对国家那么多人口，它是很紧缺的。医生治一个病人已经够难的了，还要去把他们全家都治了，还要去干涉他们家的事情，
其实一般医生他不想管那么多的。书里写，精神科医生不像家庭治疗师，后者可以预留足够的时间跟耐心去服务一个家庭。在这一点上，刘医生他是被动和无奈的，所以他即使知道，他也没有管太多。但虽然如此啊，木哥心里还是有点气不过，他就说了一些不是特别好听的话，然后两个人呢就不欢而散了。1个月之后呢，到了要去随访的时间了。那么通常随访呢都是社工做的，但是这一次啊，不知道是不是上次木哥说的话对刘医生起到那么点作用啊，刘医生亲自去随访，并且把木哥也一起叫上，带上了小栗子一起，3个人再次来到了江木离的家。那么一进门就是一个小小的温馨的公寓，江女士就招呼他们进来呀，端茶呀，请他们喝水啊，这样子。那坐在那里呢，木哥就看了看，这感觉就是说刘医生嘛也很硬，那么小栗子嘛也傻乎乎的。看来只有他先开口了，于是他就说，你们家好像挺好看的，我能不能参观一下呀？说是参观，他其实就是要去找生活细节当中的问题。那么江女士也不好回绝，就说我们家挺小的，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参观的。茉莉，你就带医生看看。那小女孩就点点头，因为这个时候茉莉她已经会讲话了，没有在太多的像之前完全变成一个猫的形式嘛。那么客厅就留他们几个，小栗子啊、刘医生和江女士。木哥就跟着小女孩进房间了，房间呢非常干净，连毛发呢什么都被整理掉了，可想而知，在他们来之前都已经被精心整理过了。但是书里写道，江女士可能不知道，很多东西不需要靠亲眼看见，闻也可以，因为木哥已经闻到了猫粮的味道。这个家为什么会有猫粮的味道？这个家已经没有猫了，他们家的猫3年前就死了。那么家里这个猫粮的味道是为什么会存在？放着猫粮的作用是什么？是用来吃吗？给谁吃？那么就在思考的这瞬间，茉莉就把木哥带到了他的房间，然后就自顾自自己去玩了嘛。那么茉莉在玩一种毛球，大家都知道猫很喜欢玩那种球状的东西嘛，茉莉也在玩啊，自己抛起来抓，抛起来抓，就好像玩得很开心。书里就写说，周期性猫化症状已经过去了，说明这是她日常的反应。江女士应该经常用逗猫的方式这么逗她。我把毛球扔给茉莉，看了她一会儿，然后装作难受的倒在地上，就好像很虚弱。其实呢，木哥是在演，但是小女孩茉莉不知道，她就过来问，就是医生姐姐你怎么了？木哥就说，我突然觉得肚子好饿，胃好难受，太饿了，你有没有东西可以吃？茉莉就有点慌张了，吃的东西啊？木哥就拉住她说，什么东西都可以，你就给我吃点吧，你喜欢吃的东西给我吃，你平时吃什么就给我吃点。就在这个时候，茉莉犹豫了片刻，从一个箱子后面拉出了一个红色塑料袋，里面装着一些东西，然后她就把桌上的铅笔盒里的笔倒出来，把铅笔盒放在地上，把那一袋东西倒进去，推给我，推到眼前的是一盒猫粮。然后木哥就静静地看着这个猫粮，开始有点起鸡皮疙瘩。那么小女孩茉莉看到木哥不动，以为他是不会吃，就很着急嘛，然后就突然自己趴下身来，用小嘴过去就嘬那个猫粮，然后示意木哥就这么吃，教他吃。那么吃的这个动作就是跟猫一模一样。书里就写道，那一刻怒火直冲我的脑门，茉莉才11岁，那个女人给茉莉吃猫粮，而且她可能已经吃了3年了。我几乎已经控制不住要出去骂人了，起诉的话却突然闯进我的脑子，就是之前那个病人在花园里找到茉莉的那个人，还记得吗？起诉当时怎么说？他说，你有试过模拟患者吗？把自己当成患者，尽可能呈现出症状，极致共情。这句话突然闪回在木哥的脑中，于是看着眼前的这个猫粮，木哥静静地抓起了一把，夸的往嘴里放了进去。切出画面的时候，已经是木哥他恍惚的吃完了这个猫粮。那么他走出去的时候，看到3人在外面聊得正开心呢。小栗子呢也站起来在客厅随便晃晃，突然看到一个很旧的相框，是一只小狗。然后小栗子说，这狗狗真可爱，拿过来翻过来那个相框一看，发现这个狗狗的照片后面还有一行字，上面写着，茉莉走好，想你。是小孩的死啊，就是歪歪扭扭的。就长话短说，这只狗呢也叫茉莉，而且这只狗已经死了。这个家出现了第4个茉莉。那么眼看事情已经发展到这里，木哥就直接问了，他说，江女士，这只狗对你来说很重要吗？然后江茉莉就说，对，这只狗是我爸爸的狗，陪我长大的狗。那么木哥就说，这只狗叫茉莉，你也叫茉莉，你的孩子也叫茉莉，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联系啊？那么话点到这里，刘医生在旁边说，木哥，意思就是说他实在是有点破去了，好像他在逼问江女士。但是这个江女士她就皱了皱眉头，刚犹豫要不要回答的时候呢，木哥就说，我刚才在房间里的时候，茉莉已经全都跟我说了。我问她猫死了，你是不是很难受？结果茉莉说，小茉莉难受，大茉莉更难受。我就问她，大茉莉是谁？大茉莉为什么难受？结果小女孩茉莉就说，
妈妈就是大茉莉。原来3年前死了的那一只猫是茉莉的外公，也就是江女士的爸爸送给江女士的，所以江女士更难受。那么大家都以为是小女孩茉莉养了一只小猫叫茉莉，没想到这个茉莉其实是她妈妈的。听到这里，刘医生顿时就明白了，原来要做哀伤处理的人不是小茉莉，不是小女孩，而是她妈妈江茉莉。江女士，茉莉是你的猫，她死后你有没有难过过？有没有宣泄过情绪？我不记得了，可能有吧，反正有一阵子我觉得意识好像飞走了，我记不太清了。意识飞走，意识飞走就是解离状态，是创伤应激障碍的症状。你还记得那是几月份吗？猫死是在1月份，你的症状是在几月出现的？我真的记不清了，好像是3月。3月就是茉莉第一次发病的时候，你还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吗？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你别再问了。江女士，我们的初衷都是希望茉莉将来可以健康。如果年复一年，每年的3月和10月，茉莉都要来医院治疗，那么她将来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如果茉莉将来有自己的孩子，她的孩子又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他们的人生会怎么样？这句话似乎把江女士击垮了，她面色惨白，忍不住掩面哆哆嗦嗦道：我意识回来的时候，我在吃猫粮，晚上在厨房在扒着装猫粮的碗，头扎在里面吃猫粮，茉莉在旁边看着。刘医生继续质问：茉莉在旁边看着，她只是看着吗？江女士深呼吸，她道：看了一会儿，她过来也吃起了猫粮，在那之后她就经常翻猫粮吃。屋内一片寂静，基本可以复原了。妈妈的猫死后，妈妈崩溃了，突然不认识自己了，而且行为奇怪，大晚上在吃猫粮，茉莉全都看到了。起先她可能只是受了影响，渐渐的她发现吃着猫粮的自己会让妈妈冷静下来，她和妈妈的互动也渐渐成了猫茉莉和妈妈的互动。为了让妈妈能活下去，茉莉让自己成了猫。在房间的茉莉听到妈妈在哭，连忙跑了出来，抱住妈妈，似乎是觉得那样的自己不够安慰妈妈，于是习惯性的猫叫了一声。江女士再度崩溃了，她死死抱住茉莉，让她别叫了，别叫了。茉莉很着急，只能一声接着一声学猫叫，因为不在症状发病期，她的猫叫其实不太像，完全没有在医院时让人头皮发麻的真实感，但她努力学着像。小栗子跟着在哭，但刘医生面无表情。在所有人深陷情绪的时候，他一定是最清醒的那一个，因为要把质询继续做下去。刘医生非常理智，非常冷静，他就跟张茉莉说，如果你想让女儿停止哭泣，想让她病好起来，那你就要配合我，不是光嘴上说叫她别哭了就可以了，你要把所有关于茉莉的事情全都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现在我们知道3月份的问题是出在1月份猫死之后，你出现了意识解离，你的发病期在3月，所以你女儿为了安慰你，把自己变成了猫。那么10月份的原因是什么？你现在能想起来吗？那么张女士就一边哭一边说她真的不记得。莫哥就说，那狗呢？狗茉莉是什么时候死的？会不会是跟狗茉莉有关呢？张女士就回忆说，狗是在冬天死的。那如果冬天死的，拖到10月份，好像这个时间差有点长，也许不是狗的事情。莫哥又有个猜测，那既然如此，你父亲呢？你父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江茉莉一下子呆了。她说我真的不记得。她就把眼泪擦干之后说，我要么去找一下吧。到了房间里面，翻到很多资料之后，她才突然间整个脸色惨白的出来说，10月8号，话音刚落，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茉莉的第2个周期性发病的原因也找到了。江女士整个就是慌张至极，她很慌乱，她说不可能啊，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因为就是我父亲就是茉莉的外公去世的时候，茉莉还很小，
而且茉莉几乎都没有什么跟外公相处的时间，怎么会影响到她呢？怎么会成为她发病的原因呢？刘医生就说，你以为你不记得，但你的身体是诚实的。每年10月你产生的情绪波动都被茉莉捕捉到了。孩子是很敏感的，所以你的情绪波动影响到了茉莉。可能不是外公直接影响茉莉，而是外公影响你，你影响了茉莉。听到这里，姜茉莉整个就呆了。木哥就问小茉莉说，每年开学之后的秋天来的10月的时候，妈妈都有什么不一样吗？小茉莉就在旁边听着说，妈妈不怎么吃饭，妈妈晚上睡觉会哭。听到这里，姜女士又崩溃了，她才知道原来自己受到父亲的影响，而自己女儿又受到自己的影响。她下意识把小茉莉抱到自己的怀里，非常委屈、内疚、痛苦、难过的所有的感情都集在一起，痛哭失声。那么小女孩也抱着妈妈大哭失声。这个时候刘医生就说了，每个家庭都是这样，总有一个承担家庭症状的人，那个人不是你，那就是茉莉了。你无法消解的情绪，通过相处和互动全都流到了茉莉那里。孩子是被动的、敏感的，他只能从你那里接收东西，你给的无论是好还是坏，他都会吸纳，并且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呈现出症状来。这就是孩子作为家庭的索引病人所给出的警示，你要重视。那么孩子和父母之间其实是有依恋关系的，就是小时候你的父母怎么对你，很有可能就是长大之后你怎么对你的孩子。你与父母的这种依恋关系会成为你和孩子的这种依恋关系，有的时候甚至就是你是不知道的，也许你不想这么刻意而为之，但是你潜意识当中就会这么做。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有着4个茉莉的茉莉之家，就是典型的依恋遗传的家族。书里就写到，当刘医生跟姜女士解释了依恋关系的传递性之后，姜女士震惊了很久，隐隐的又要崩溃了。她显然是不喜欢父亲养育她的方式的，可是不知不觉间她已经变成了父亲那样的人，把父亲放在她身上的悲剧又重演在她和她女儿身上。就是听到这里，木哥就觉得有点心疼，因为姜女士她现在是离异单身，自己一个人带娃的状态。如果她整个也是这么精神脆弱的一个状态，她又怎么可以一个人带好茉莉呢？她真的已经很努力了，至少她已经跨出了第一步，知道女儿有问题，所以把她送到了医院来，不是吗？木哥就去安慰到姜女士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你也不想这样，你只是病了，所以你才会把猫粮都换成小饼干。听到这里，姜女士愣了一下，然后又大哭了起来。原来刚才在房间里面，木哥不是假装饿了吗？茉莉给他很多猫粮，那个东西看上去猫粮，但是直到他自己想起了激素的话，去模拟患者拿了一口猫粮吃下去的时候，他才发现那个原来不是猫粮，那个是人类的小饼干，就是它长得有点像猫粮那个样子。所以可能这个姜木离作为母亲，她意识到自己有些病了不对劲，但是她又不敢去面对这个事情，可是她又怕伤害她女儿，所以她已经潜意识中把这些东西换成了人类的饼干。就是当木哥知道这一切的时候，他就跟姜木离说，没有关系的，一步一步来，至少你跨出第一步，现在你送茉莉来，以后你跟他一起来，你们俩都需要一起治病。木哥就拍拍他，跟他说，你已经在心里开始画一只水龙头了，想要阻止从上一辈流下来的坏水通过你再流去茉莉那里，现在你只是要把它画完而已，让我们一起帮你。故事的后来呢，姜女士就带着茉莉一起来医院治疗了。那么姜女士她是需要做2次哀伤处理的，一次是她的猫茉莉，一次是她和她父亲的哀伤处理。把这2个仪式做完，让她从心里跟他们告别，可能不是立竿见影有效，但至少要让她有一个心理上关掉坏水水龙头的这个概念。故事的最后，木哥这么写道，姜女士和茉莉的治疗是长程的，我经常能在医院碰到他们。茉莉讨喜的逗笑姜女士时，姜女士还是会下意识挠弄她的下巴肉，但她会突然醒过来，停住，改成刮鼻子，她心里的水龙头正在化成。那这个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那我在看前半部分的时候，老实说是比较揪心的。一开始是对于这个女孩，后来是对她的母亲，后来才发现他们整个家庭的关系都让我觉得挺揪心。但是看到最后的结局，至少让我还是觉得有点释然的，因为至少姜木离这个女人带着她的女儿一起去进行治疗了，虽然是长程的一个治疗，她不可能一天马上就好，但是至少迈出了这一步，她去面对了这个问题。就像木哥在最后写的那样，她心里的那个水龙头在慢慢化成，就是
比起他原来根本没有这个水龙头，不知道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甚至说不知道自己有问题这件事来说，他意识到自己有问题，并且试图去慢慢关掉这个水龙头，这个事情是一件好事。这个书它讲的是原生家庭里面的依恋遗传的关系。那其实我是觉得每个人的原生家庭或多或少都是有问题的。那这个里面讲的是依恋遗传，但可能在其他的原生家庭里面又是其他的问题。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很难说有一个人他的原生家庭是100%超级无敌大幸福的。就每个人的家庭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问题，只是可能有的人他是小小的问题，一点点的问题，那有的人他是挺多的问题，那有的人是巨大的问题。当大家都有问题的时候，区别就是在于你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个事情。不是说一味的去想说我原生家庭为什么不幸福，我跟我父母的关系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影响到我，或者影响到我的下一代。我觉得不要去纠结这些点，而是说你要去知道问题在哪里，然后想办法去在心里画一个水龙头。它可能不会立刻画完拧上这些坏水，它就不再流出来了，而是说你慢慢画慢慢拧，那总有一天它会彻底关上，它不会再有坏水流出来。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疯人说的故事啦。不知道大家还想不想听其他的故事呢？或者想听其他说的故事也可以告诉我。那我是 Parker， 我们下一个故事里的精彩世界再见吧，拜拜。